相信大家都听过，在日本发生过不少失踪事件，而在日语中呢，所用的神隐是指事件相关的人物踪迹一点也找不到，如此不可思议之现象。也有人说，可能是被鬼神带走了。虽然随着日本搜查技术的不断发展，有一些悬案案件呢也陆续得到了侦破，然而还是有一些事件至今都无法得到有逻辑的解释。在1996年的时候，日本发生了一件神隐事件，2位女学生到一间废弃的温泉旅馆探险，最后却凭空消失了。到底在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故事中的主人公乌夫惠美在事发当年刚满19岁，并且她也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位于福山县滨见市的超市当店员。偶然之下，她听见别人说平野矿泉旅馆是个探灵的好地方，对此她感到十分兴奋，因为她本身也很喜欢这些鬼怪之说。其实原本的平野矿泉可以说是相当气派的，它是一个8层楼高的大型温泉旅馆，酒店整体的使用面积达3300平方米，不但设有温泉、房间、餐厅，更有泳池，还曾被列入国际观光的旅馆，算是有相当规模的一间旅馆了。不过该温泉旅馆的老板在1982年宣告破产后，旅馆便于1984年倒闭，自此废弃了。但有关平野矿泉的传言一直都没有消停。据说在1980年，有一个小学生在泳池中发生意外，不幸离开人世，因而导致该旅馆的业绩受损，老板也不堪打击，在旅馆内了结了自己的生命。废弃后的旅馆变得阴气沉沉，成为不少年轻人前来探险的地点之一。由于墙上到处都是奇奇怪怪的涂鸦，在晚上看起来格外的可怕。而在2013年7月发行的100个日本恐怖灵异地点榜单中，平野矿泉也被记载在内。1996年的5月5日，惠美当时就约了自己的同学田主裕静，在晚上一起去平野矿泉试试自己的胆量。惠美像往常一样工作到晚上9点，随之她告知自己的家人要去鱼津市后，便开着自己的车载着裕静一起出发了。当时他们所住的城市是滨见市，而平野矿泉所在的位置是鱼津市。虽然说2个城市都在福山县，但距离大概60多公里，开车的话也需要1个小时半。不过在9点半左右，他们抵达这个海王湾公园，跟一位朋友见面之后，又继续开车了。时间来到了11点，惠美在抵达鱼津市后，就用传呼机或者我们所谓的 BB Call 传了一个讯息给他的一位朋友说：“我在鱼津市。”然而这也是他最后一则消息了，2人就此人间蒸发。在家人发现2人没有回家后，便马上打了电话向警方投报。然而家人们也只是知道他们去了鱼津市，至于是去了鱼津市的哪里，并没有任何头绪。所以在警方盘问2人的同学和同事之后，最后做出的推断是，他们极有可能去了被废弃的平野矿泉。于是警方马上到事发地点的周围进行搜索，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和相关的车辆，加上平野矿泉一直围绕着各种都市传说，所以大家才会说惠美和裕静是被神隐了。警方还推测2人可能因为天色昏暗迷路，故而跌进山谷或海里。在同年的6月及11月进行大规模的搜索后，警方还是没有任何发现。就这样时间流逝，不知不觉来到了2014年的12月，警方终于获得了一个关键情报。原来当年有3位目击者看到2位少女的行踪，但警方在2020年的1月才找到了那所谓的目击者。至于为什么隔了这么久，从公开的资料来看，并没有完整的交代。然而这3位目击者都一致表示，他们当时在海王湾公园看到2位少女坐在车上，便兴致勃勃打算上前搭话，但人都还没有走到车的旁边，车子就突然间急速往后倒车，然后冲进海里。
眼前这一幕让3个人都吓傻了，纷纷逃离现场，而且也没有报警。不过，根据目击者的口供，警方不久后还真的是在该公园附近的海域找到了车的残骸，同时也在车内找到了人的骨头以及一张加油站的会员卡，卡上的确有着五福惠美的印章，还有车子引擎上的编号，因此基本可以确定车里的人就是惠美和玉静。神隐了24年的失踪案件终于有了一些进展，但可惜的是，车子已经严重腐蚀，所有证据都被海水冲蚀，法医也不能单靠仅剩的这个人骨查出他们的死因。这感觉就像找到了什么，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找到。其实我在查阅这起案子的时候真的觉得有太多奇怪的地方了。在这里，我也认同不少网友对于那3名目击者的质疑。一般的人看到事故发生是一定会报警的。如果这3人一早就报警的话，说不定这2位少女今时今日还活着呢。而且我觉得他们有涉案的嫌疑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亏心事的话，眼前是2条人命，你怎么可以不救呢？怎么可以因为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而逃走呢？不仅如此，根据当地一些报道指出，在平野矿泉被废弃后，该地附近常常会发生一些砸车盗窃案。由此看来，2位少女很有可能在未抵达平野矿泉时就在公园遇害了，而加害者则在事后制造假象，让警方认为他们是意外坠海的。第二个疑点，如果2位少女不是在平野矿泉遇害，那为什么2人会突然回到海王湾公园呢？但如果那3位目击者所说的属实，2人就有可能是在平野矿泉探险结束回程时，再次来到海王湾公园休息，岂料大晚上看到有人走前来，太害怕而不小心倒车，最后意外坠海。那么还有更奇怪的一点是我觉得 BB Cole 发的那条讯息看起来也有些可疑的，因为按照常理来说，你不会无缘无故给你的朋友发讯息说我在哪里这听起来就很突兀，要也是该发给家人报平安之类的吧。所以那个讯息真的是惠美本人发的吗？也有很多人疑惑，为什么过了这么久，那3位目击者才说出这件事呢？难道是想让时间消灭一切证据吗？因为只要警方1天找不到证据，他们就做不了什么。然而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也许随着惠美和玉静坠入海里的那一刻，深埋于底了。其实对于这起案件呢，小兰只是想说，你喜欢冒险或者探险都不是一种错，但前提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的措施，以及向身边人交代，否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先不说会发生灵异事件，在那些荒废了的地方探险的大概率只会遇到坏人，而不是遇鬼可以说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当赌注。小南常常都看到留言区有一句话说，鬼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处心积虑想要害你的人。所以我希望无论是男生或女生，做什么事情前都应该三思而后行，不然很有可能就会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好的，这期就说到这里，请继续支持优质的内容创作者，我是马来西亚的小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有种红色果实是 Pocong Merah 或者叫做 Pocong Mara， 这种 Pocong 一般被认为是最吓人也是最为恐怖的，因为它们非常极端，迫害手段也极其暴力恶劣，所以这种红色 Pocong 经常会袭击或迫害随机遇到的人类，而且受害者的身体会被残忍吃掉。